哥哥，你明明就是魏子琪，你也早就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一直骗我、误导我？元夏，对不起，是因为我才导致了你死亡的结局。当时你辞职离开后，我们就彻底失联了。直到得知你即将出国时，是我没有忍住私心，给你打了一通电话，你才会出现在死亡现场。凶手至今都还没有找到，是我害了你。月夏，魏总，您做好心理准备，您的太太。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至少这次，你还活着。喂，宁宁。这次去分公司的发布会，把培生给带上。不是吧，老魏，你这气度是准备当小美人鱼，最后变炮灰吗？人家可是光明正大的撬你墙角，你不斩草除根就算了，还要把他带在身边栽培。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可是你板上钉钉的情敌，你可别玩脱了，最后让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因为是情敌，所以放在身边才安全嘛，要不然我哪知道他背着我干什么？哎，对了，还有啊，周围那边一定要给我盯紧了。绝对不能让他伤害到元夏。魏总好。好。老板，这次辛苦你自己开车。这次路途比较遥远，我准备了点零食，你想吃什么都有。谢谢。只给元夏准备，不给你的直系领导准备，你这个人情世故学的不够啊！这次去分公司，我可得好好和你前领导告个状。你总别开玩笑了，您的当然也准备了。不会还在为西林的事生我的气吧？感觉昨晚夜市好点了呀，怎么今天居然还不上我的车？我还准备了这么多零食。老魏问我你情绪怎么样？吵架了？没有。等今天发布会结束了，咱们好好休息休息。好。你这
几天都去哪儿了？撩完就跑，太不负责了。我想跟你谈谈。你想怎么负责？我想跟你谈一场不以开车为目的的正式恋爱。笑什么？我就是好奇，你这个老司机是怎么把邢医生这么老实的人逼到这个地步的？怎么了？好像封路了，我去看看。走，下去看一眼。哎，师傅，这封路什么时候能解啊？不好说，前面管制呢，可能半个小时就解，也可能得好几个小时。哎，封路暂时解不了，绕路吧。距离发布会还剩2个小时，绕路的话也来不及了。怎么就不提前规划好路线呢？现在出了这种意外，连个备案都没有。你这个公关总监当得太失职了吧？这是去发布会的必经之路，会封路谁也没想到。至于发布会的时间，是我跟你爸定的。伯夫人呢？我爸临出发前突然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派我代替他过来了。不是，那我作为合作方的女儿，抱怨几句也不算过分吧？不好意思啊，是我的问题。我现在马上联系会场的同事。元夏，告诉他们发布会取消，相关流程合并到明天上午的揭幕仪式，务必要照顾好现场的每一个媒体朋友。邀请他们参加明天上午的揭幕仪式，还有新工厂的实地采访活动。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咱们找个地方避雨吧。好。啊。走。该怎么哄他才能消气呀？还装？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这间民宿还不错，今天晚上就住这里了，正好有房间，够住。哎，袁总，你走，魏总，喝点热水吧，别感冒了。谢谢，我不渴。对啊，晚上少喝点水，不然起夜容易着凉，还容易水肿。你这个公关总监，明天还要出镜，注意保持形象。也对，这杯水应该是给魏总才对，毕竟他天生丽质，而且早就习惯了夜夜笙歌，喝酒到半夜，完全不用担心水肿会影响明天的上镜状态。我们先回去吧。魏总，热水。我看你这包里带的东西挺齐全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出来野外求生呢。哎，我不排斥袁夏有其他的追求者，那是他应得的，我也接受公平竞争，但前提是你是真心喜欢的，不是另有所图。魏总，您误会了，我知道您跟袁夏是男女朋友，我只是把袁夏当妹妹。我是不是误会我自己清楚，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
子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说实话，就这破天气加这鬼地方，我1秒钟都不愿意多待。但是因为你在这儿，我就觉得此情此景好像也还不错。如果不是因为今天发生这种意外的话，估计咱们俩也很难有机会能像现在这样面对面说说话吧。哎，再怎么说，咱们俩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吧？你这什么态度啊？我爸，从他知道你有女朋友之后，就反对我再纠缠你了。他知道你不喜欢我，所以就更不愿意让我掺和到你和袁夏中间来。今天，他之所以会答应让我过来，是因为他又打算把我送出国了。至少是在你结婚之前，我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想要体面地结束对你的感情。袁夏，你还好吗？我还好啊，不吃醋啊？不需要。你很有自信，那可是西林啊。但他遇见的是魏子期，这就是魏子期带给我的安全感。他让我相信，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遇见什么人，我都有被偏爱的底气。真好。你呢？你之前说有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你说准备跟她告白，结果怎么样啊？我没有机会说出口，因为他已经有喜欢的男生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守护他。你经常来这里吃吗？这儿的馄饨跟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它是红汤的，里面还有小米辣。也不是经常，就是很久以前吃过，后来去了分公司，我就一直想着这个味道。真巧，我也养了一只鹦鹉。是你教它这么叫的吗？我刚才对它念叨了几句，可能学舌了。裴深，你是不是……是什么？啊，没什么。裴深为什么要假装小哥哥？就到这吧，说吧。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在别人的眼里，我漂亮、有才华、家世还好，几乎人人都喜欢我。为什么偏偏只有你不喜欢我？西林，我不讨厌你，但也不喜欢你。你对于我来说，只是我爸朋友的女儿，懂吗？你知道吗？你越是这样，我就越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非你不可。西林，你并不喜欢我，你只是占有欲在作祟。就像你自己说的，你什么都有了，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只有我没有，所以你格外的想要征服我。对于你来说，我只是一件你多看了几眼，却被别人付款先穿在身上的衣服而已。你不甘心？你胡说！你不是我，凭什么替我下定论？我喜不喜欢你，我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就拿你每年的生日来讲，我都是提前细心的帮你挑选礼物。我请问，你有打开看过吗？抱歉，我的生命里有更重要的存在。我喜欢袁夏，她是唯一让我贪婪的想从深渊里面爬出来，
重回阳光之下的牵挂。所以你们真的在一起了吗？还没有，我们目前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我对袁夏的爱从来都不掺假。希林，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喜欢，但是到此为止吧。不早了，先回去吧。魏子期，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我不会再围着你打转了。要追我心灵的男人，就算排不到巴黎，也能挤破维也纳大厅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参加揭幕仪式。301房间。你要尽快得到袁夏的信任。袁夏，小心！你走。周伟，等你很久了。既然楼上是周围派来的杀手，那他一定还在附近。只有看到洛丹奴，才有机会把他引出来。袁夏，你要小心，我就在你身后。没事吧？魏子期，周小叔，现在学聪明了，还会声东击西了。你耍我了！你把我故意引到这儿来，故意取消发布会，就想让我上钩。想什么呢？从我们对外宣布发布会开始，就已经在给你下饵钓鱼了。我打算在我爸做实验的那个分公司举办。分公司地处偏僻，我不相信周围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这次的发布会必须要加大宣传，多联系几家媒体平台宣传报道，务必要把声势做到最大。不然以我们袁总监的周到，我们怎么会没考虑到天气、山路的问题？你接二连三的想要杀我，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只好将计就计，主动出击。魏子期，你别高兴得太早，好戏才刚刚开始。怎么样？刚刚有没有受伤？我还好，你呢？
早点休息吧。你知道今天有英仙座流星雨吗？上一次英仙座这么大规模的流星雨，我错过了，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本来想再等等的，至少等到发布会结束。你说什么？带你去个地方。这就是你说的地方。哎，萤火虫。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对不起啊，只能不给你这样的流星雨了。元夏，我一直想跟你说，因为你的出现，才能让我拥有了这不一样的人生。就在我18岁的那年，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那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无处宣泄的孤独和无助，让我丧失所有信心，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离我而去。我把自己封锁在那个黑暗的阁楼里，任凭自己沉溺和失控。哥哥，我是圆圆。在我一次次游走在自杀边缘时，他敲开了那道隔绝阳光的大门。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陪在我身边。哥哥，你是睡着了吗？你赶紧睡觉吧，明天还要上课。他必须听到我的回应才能安心。你有事儿一定要叫我。他还会给我准备热腾腾的馄饨面。他还把那些鼓励我的话折成纸星星塞满药瓶。哥哥，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要为更好的自己而坚持。相信时间会带来新的开始。即使身处在低谷，依然要仰望星空。其实你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不要一个人躲在阴影里，试着走出阴霾，向阳而生。它就是照进黑暗里的一束光，牵引着我重拾了生的希望。曾经我们相约一起去看流星雨，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借口，最终我还是失约了。元夏，你一直在我的生命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前些年我为了复仇，跟周围日复一日的演戏，那个时候我差点误入歧途。在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拿起你的小牌，告诉自己，我不能连这一角光亮都被复仇的黑暗所侵蚀掉。再后来，我还以各种为你好，以保护你为借口，不敢与你相认。对不起，你还能接受这样的慰藉期吗？不喜欢吗？喜欢，我喜欢你，非常非常喜欢你。
记住了吗？魏子期，你知道吗？那个沉默的少年其实也是我的一束光。那阴暗的阁楼给了我温暖的庇护，那个沉默的阁楼小哥哥给足了我满满的安全感。但是直到他离开，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魏总您好，我是今天新来的助理，我叫袁夏。后来我遇到了一个人，我知道，袁夏，我等你很久了。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与我有着天际的距离。你们有谁自己真正赚过1分钱？有谁赶过早上8点的公交？有谁为了自己的生活熬夜加过班？只有袁夏，他赚的每1分钱，全都是用自己的心血赚来的，所以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会站在我的立场，为我解围，还在我危险的时候，为我奋不顾身跳入水中。将我挡在身后，小心，保护我。在这等我。魏子期，你怎么来了？他会紧紧握住我的手。司机的本能反应应该是把方向盘往避开危险的方向跑，而你却自己涉险，直接撞进了栅栏，这不符合常理。他所有的举动，都如同当年阁楼小哥哥一样，给了我庇护的港湾。没想到他一直在我身边，在那个阁楼里，命运早就将我们紧紧捆绑在了一起。那个沉默的阁楼小哥哥就是你，他的名字叫魏子期。魏子期，谢谢你送我的流星雨。还有吗？还有，我也喜欢你。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抱你更近一分，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袁夏，医生说让我跟你多说说话，你也许还有醒过来的希望。只要你还活着，你还在坚持，我的人生就有目标。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喂，老魏，你让我查的事情现在有结果了，凶手是裴深。袁夏。
行了，我知道了。我之前一直干预袁夏的时间线，来改变他死亡的结局，但是现在看来，看似改变原点，却不知道是转机还是危机。我打算换个方式，我要让袁夏把手机给魏子琪。裴深，你走，袁夏呢？昨晚和老魏出去了，这孤男寡女荒郊野岭的，不会是一夜未归吧？哟，还知道回来啊？干嘛去了？老实交代。跟我男朋友算旧账去了。算账？怎么算啊？是清水的算法，还是翻来覆去的加倍算？能说快！我怕再算下去，你的年终奖都不用算了。你少跟他在一块儿，都学坏了。我觉得挺好的。行，我明白了，彻底统一战线了。各位领导，时间不早了，咱该出发了，别耽误了揭幕仪式。行，那我们先去收拾东西。嗯。看来袁夏已经知道我不是小哥哥了。还疼吗？啊，早就不疼了。魏子琪，以后不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再这样伤害自己了。这也是恒叔叔所期望的。哎，圆圆，吃面。孙爷，走了啊！你儿子生日啊？吃好了，吃好了。那他人呢？走啊！他不在我身边，我这也将近有1年没见他了。那他肯定很想你啊。恒叔叔，你儿子多大了？他比你大几岁，要毕业了，是你的哥哥。其实啊，他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又很懂事。倒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称职，总说自己很忙，没时间陪伴他，连他妈妈去世，我都没能赶回去。就算他怨我，也是应该的。现在有时间陪他了，也没这个机会了。怎么会呢？你们是一家人啊！而且，就算你之前真的做错了，那现在想去弥补也还来得及，总比留着遗憾好，对吧？而且我想，其他人的祝福肯定是比不过爸爸的，所以恒叔叔，你有空给哥哥打个电话吧。还来得及吗？肯定的呀。对，你说的对，肯定来得及。这样，吃完面之后，我就回家给他打个电话，我要亲口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他很爱你，你一直是他的骄傲。其实那天他有给我打电话，只是我没接。那段时间我特别恨他，恨他为什么因为工作不回来见我妈最后一面。后来知道他去世了，也很后悔，很痛恨自己，所以才把自己关在那个阁楼里。直到你出现，才把我从那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拉出来。是恒叔叔，如果没有他，我跟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相遇了。而且，其实你不是真的恨他，对吗？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愧疚地伤害自己了。以后也不会了。圆圆，其实我一直欠你一句正式的对不起。流星雨那天，我失约了，让你等了这么久。
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没有10月的话，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么多时间了。不需要如果，现在就很好啊。没错，现在就很好，只是我没有收到你的特别礼物。那个呀，那我得得到另一个人的同意，才能把礼物给你。好的，各位来宾，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莅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改变了结局。你没死，只是昏迷不醒。太好了，那我们再加把劲儿，或许我就能彻底醒来了。可是未来的我改变了，你过得好吗？你放心，我很好。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找到了救手是谁。陈北生，你把手机给我自己。等一下。那个是我爸研究的量子通讯的手机吗？嗯。对面是我爸吗？不是，是1年后的你。他刚刚在电话里跟我说，让我把手机交给你。他还说，凶手是裴深。裴深，你怎么在我办公室啊？找我有事吗？怕你一直忙工作，忘记吃午饭，就给你带了碗馄饨。裴深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这次能不能让我先说？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不会耽误你很久。好吧，你说吧。我看得出来，从节目仪式之后，你就在躲我，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你发现了吗？没错，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小哥哥。对不起啊，我发现你似乎在找某位故人后，我就让你误以为我是那个人，为的就是慢慢接近你，因为我喜欢你。喜欢我？可你之前明明说过，你有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还说准备要跟她告白。这个人就是你。因为一开始相亲的时候，你说你没有结婚的打算，后来我才发现，你和魏总在一起，我怕你不接受我，所以就继续用这套说辞慢慢的接近你。我承认，我这样的做法确实很卑鄙，但是我不后悔这么做。到现在，你慢慢的远离我，我心里很不好受。抱歉啊，如果给你造成了困扰，你介意的话，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裴深，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心里只有魏子期。我明白，我不是要得到你的回复，我只是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你而已。先走了。魏总，倪总，这是量子通讯的信号。确定是量子通讯的信号吗？这是我根据你爸的实验日志1:1还原的系统，专门捕捉量子纠缠态的。不过这个信号不知道是靠什么通讯器发出来的。你看这个位置，好像是在我们公司大楼里。这样，咱们俩去找信号源，其他人继续跟踪信号源的动态。好的。魏总，我也去。
走，一宁，你去监控室，我去办公区。裴深，你从安全通道逐层排查。对了，你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对我动手吗？可算找到你了，裴深，你找我又有什么事儿？魏总让研发部找一个通讯信号，我就跟着信号的位置找到了这里。袁夏，这个信号应该是从你手机里发出来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关系，我不会告诉其他人。但似乎魏总很着急的要找这个信号，他已经知道这个信号在还没有的内部大楼里了。袁夏，你怎么在这儿啊？刚刚电梯人太多了，我走的安全通道，正好碰到裴深。下午我要出去谈个事儿，就不用等我下班了。好，去吧。魏总，那我继续下去找信号了。他藏的可真够深的。我原本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才冒认了身份，卑鄙了些。没想到他的目的会是手机。他要手机干什么？从他的反应看，说明他早就知道双时空手机在我手里。应该不是裴深。能够比我们还要早知道双时空手机的存在，并且非常想要得到它的人，也就只剩他了。西坤。西总，手机拿到了。你是说，这个手机可以实现跨时空通讯的功能？没错，坤哥，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理论上，量子通信呢，它是可以实现时间流的穿梭的。我现在的研究呢，已经有些眉目了，虽然不太稳定，但绝对是个跨时代的发现。太好了，太好了！有了它，我们就能产生巨大的信息差，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就有了一切。坤哥，你请冷静一下，你可能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了。我们不可以随便改变过去的历史的，每一次改变过去都会引起巨大的蝴蝶效应的。我们不能破坏整个世界的。你听我说，别怕，我给你投资，量产。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我是不会同意的。
文件，你能帮我签下字吗？喂，洪叔叔，你怎么了？我最受我们这边电话。你是？我是雷瑞呀，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洪叔叔，您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您给哥哥打电话了吗？他原谅您了吗？没有什么事，我要工作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手机交给你的。我不允许任何人打破这个世界的秩序。阿恒啊，你可真伟大！你以为你这东躲西藏的，我就找不着你啊？你那个宝贝儿子最近在学校表现不错，老师说他挺用功的，你可太狠心了。儿子过生日，你怎么能不出现呢？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儿子一下，拿手机这个人会彻底让手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彻底。你是准备顽固到死了？别动！别跑！这个魏恒以为他把手机留给袁夏，叮嘱他在1年后打电话来提防我，他就可以改变一切了。谁知道这兜了一大圈儿，手机还不是照样落在了我的手上。现在有了这个双时空手机，我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我要继续研发它，我可以改变所有我想改变的一切。我不仅仅要打给1年前的自己，我还想打给更早的自己。我想要重新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如果这辈子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再好好的陪陪他。也许只有那样，他才会快乐一点。我还有好多没有完成的事，都可以通过这部手机来实现。现在只差最后一步，我只要知道这个手机的使用方法。这个能改变一切的人就是我。可是，魏子期不可能告诉我们手机的使用方法。那就由不得他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幕后的人是西坤？当时只是怀疑而已。现在回想起来，他在西林接风宴上跟我说：“我听说你要重启量子通信试验，完成你父亲的遗愿。”作为他最好的朋友，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资金上有什么缺口说一声，我给你兜个底。当初 MU 深陷危机，他都不曾向我伸出过援手。现在听到我要重启我爸的实验，他的表现异常积极。我想到一件事儿，何叔叔，
你找我有事吗？进来。不了，叔叔临时有事，要出去一趟。嗯。送你个礼物，顺便呢，拜托你一件小的事情，明年的今天中午12点，你用这部手机给我打一个电话。这个手机呢，我已经设置好了，你只要按这个重拨键就可以。等电话通了之后，对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一句话，绝对不可以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记住了吗？记住了。乖，那叔叔走了。叔叔再见。再见。叔叔，你回来记得跟我说一声啊。恒叔叔，您好，我遵守我们的约定了。我是圆圆呀，绝对不要把手机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恒叔叔，您这一年到底到哪里去了？给哥哥打过电话了吗？哥哥现在原谅您了吗？喂？怎么挂掉了？怎么打不过去啊？这么说，我爸的实验早在2011年就已经成功了。当时可能他察觉到西坤要抢手机，所以才会特意把手机留给你，让你1年后提醒他小心西坤。而1年后跟你通电话的那个人，不是我爸。我爸的去世就是那天，他的死不是巧合。我爸的死跟西坤脱不了干系。我爸死后，西坤猜测手机可能会在我的身上，就让周围暗中监视我的生活，发现双时空手机根本不在我手里之后，就让周围故意把我送出国。在西林的接风宴上，为了找你，我跟西坤说过话，那个时候他应该就注意到我了。所以西坤就让周围来接风宴，对你下手。然后抢走你的手包，又跑到你家翻找以及行凶。他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抢夺手机。只是老魏把你接到他家之后，周围彻底失去了动手的机会，西坤才会派裴深来到你的身边。为了这部手机，他们还真是机关算尽。西坤那边的动作最近明显急迫了很多，我想这应该跟他的身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时候该我们主动出击了。您的太太因器官衰竭抢救无效，请节哀。真的要我打？我跟那个魏子琪不能通电话，信号磁场会受到干扰。喂，我是邢南。邢南？时间紧迫，我只话短说。当初的你为了拿到西坤的犯罪证据，跟西林订婚，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袁夏出现并死在了订婚宴。之前我们通过双时空手机，一次次试图改变过去，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改变袁夏的结局，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袁夏还是遇害了。明白。杀害你父亲的凶手就是西坤。他一定会为了双时空手机，用袁夏来要挟你，你无必要相信。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一切？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
办法。子期，南夏，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我跟1年后的型男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为了你的死亡，尝试了很多，但是最后都回到了原点。你的死也没有改变。那你想怎么做？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想送你出国。出国？我要你完全避开这个时间还有地点，避开所有出现的可能性。你不是对危机公关感兴趣吗？正好我在巴黎有一个朋友，是做各大品牌的危机公关的，你可以过去学习1年，这对你未来的规划也有好处。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愿意。你是为我好，我为什么不愿意呢？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也知道你怕我生气，但我不会那么不懂事儿的。谢谢你，愿意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如果你到时候把我骗上飞机了，就那样送出国了，才是真的擅作主张。而且我现在有机会可以去系统的学习管理了，我很开心。那我等这边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就过去找你。不需要，魏子期，我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能适应的。而且我们内行忙起来了，应该比你还要忙很多呢。你到时候来找我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可以陪你呢。那剩下的时间，我可要好好陪陪你了。老魏，我是真没想到袁夏能答应出国。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我放心。西昆那边不能再拖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袁夏一走，马上就行动。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动袁夏的机会。袁夏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你没完。他还以为你终于学会坦白了，结果你倒好，说一半瞒一半。我就是希望这一次能够彻底改变他的结局。啊，对了，这份遗嘱等袁夏签完字之后，需要你们2个公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签字。这份遗嘱袁夏就不可能签。他不会知道这个是遗嘱。他现在的学习进度还有学了哪些新的单词，我都知道。上面的重要词汇他都不认识。老魏，宁宁，等你们签完字之后，尽快拿去给律师公证。他什么时候走啊？后天。行了，我先走了。你去哪儿啊？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雨，袁夏不习惯带伞，我去接他。公主，
你怎么来了？过来接你啊。这个是你出国需要用到的中介材料，需要你签字。全是法文啊！这一页我只认识2个单词，后面就更离谱了。这些单词我学习的时候怎么一个都没见过呀？慢慢来嘛，等你到了国外，有了语言环境，学得会更快。这些我都替你审核过了，直接签字就好了。好，元夏，怎么还在下雨啊？幸好你来了。以后要记得看天气预报，记得带伞，不然你在国外的话，我也赶不过去。知道了，我一忙起来就忘了嘛。我用一下电脑。这些是什么呀？把手机打开，看看。亲爱的圆圆，晚上好啊！现在为你播报明天的天气。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局部29到32摄氏度。午后将有雷雨，出门记得带伞哦。这样你以后再忙，也不会忘记带伞了。妮宁，我是认真的，所以我请你以一个严肃的态度跟我聊聊这件事情。开车是可以，但是你该加速加速，你该刹车的时候你得刹车，你不能随便变道。我告诉你，你得遵守交通规则，知道吗？好的。你什么时候来的？全听到了。我就是想和你正式的聊一聊。可以聊。去哪儿聊？我来定。没想到出国前的约会竟然是在书店。过来陪你学学习，你到了那边好适应那边的环境。哎，你看那个，那是什么？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是什么呀？啊，这个是穿越时空的明信片。二位啊，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话，对对方或者对自己都可以。走进我们这个电话亭呢，拨打电话就可以得到一张明信片了。明信片上面有一个2维码，1年后我们会寄出，到时候呢，收件人扫描这个2维码，就可以听到今天对方所说的话了。谢谢。给1年后的，还挺有意义的。你想试一下？好，那我去给你补一封情书。石头剪刀布。你先去。我都已经猜到了。你收到这张明信片，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会狠狠地把我骂一顿，骂我不守信用，骂我自私，又把你一个人扔下，可能会再加一句“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猜的对不对？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哈喽呀，魏子期，我是你的女朋友袁夏，我叫的魏子期，就是现在正在听这段录音的你，那个会在下雨天给我送伞，会给我做饭，会陪我逛农贸市场，也会陪我过好眼前每一天的你。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在得知另一个时空我的遭遇后，我多庆幸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庆幸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可是慢慢的，这种庆幸变成了害怕，因为我们有过美好的过去，所以我害怕失去的痛苦。我也不敢想象，另一个时空的魏子期是怎么一个人度过失去你的时光的。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好好的陪在你身边？如果是，我想你现在听到这段录音，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第一时间冲过来给我个亲亲抱抱举高高。袁夏，在我的生命里，一共有2个转折点。第一个是我父母的离世，就此将我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全都摧毁了。另一个就是你，你闯进了那个阁楼，带着独有的向上的生命力。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花开不是最美好的时节，此刻才是。我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小偷，在我们重逢的时候，我偷偷地把你藏在了这段本该由我独自清扫脏乱的岁月里。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结婚了没有，不过我想你这么喜欢我，一定早就跟我求婚了吧。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可以提前给你透个底。魏子期，我愿意。袁夏，对不起。如果我不在了，请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我总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归期。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在某一个时空再见。袁夏，我爱你。怎么打这么久啊？有太多话想跟你说了。看来你给我写的情书有点长啊。不过你怎么知道是写给你的？那不然还能写给谁啊？当然是写给1年后的魏子期啊。一会儿我把它盖戳邮寄出去，他就能收到。不行，不能寄。我不能让他先听到你对我的告白。但你们都是魏子期啊。不是，我比他更幸运。好了，走吧。嗯，走。今晚就在这儿聊，保证没人打扰。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彻夜长聊。不想聊算了，你走呗。
第一次和女生来酒店开房吧？不，你别胡说啊！开这个房就是为了单纯的聊个天而已。我房间都开了，就没打算在这里只跟你单纯的聊个天。当然了，我也不介意在睡前聊几句，为彼此提供一下情绪价值。宁宁，你能不能认真点？我说的聊，是聊一下我们未来的关系发展。睡觉也行，但我不接受稀里糊涂的睡。行吧，那你先等我冲个澡，我们再好好聊聊睡觉的事情。怎么买蛋糕了？想提前让你跟我过个生日。提前2个月啊？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知道吗？我刚还以为你要跟我求婚呢。如果我真的跟你求婚的话，你会答应吗？要是真结婚的话，怎么着也得签一个婚前财产协议吧？婚前财产协议？对呀，魏总你家大业大的，我这马上要出国了嘛，国外那么多花花绿绿的诱惑，如果我被别人诱惑走了，分你一半家产，到时候我怕你哭晕在厕所。元夏，我不会以任何形式去约束你，包括婚姻。你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你的梦想、你的事业。当然，如果未来出现了一个比我还合适的人，你在说什么呢？你也会放任我去追求他？那也是他追你啊。元夏，我不会以爱之名去束缚你。我对你的爱是理解，是尊重，而不是捆绑。元夏，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你。魏子琪，你的蛋糕还没有许愿吹蜡烛呢。你还想吃蛋糕？不想。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 The time for you. How 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 The time for you.
昨晚不是你主动扑倒我，要睡我的吗？喝醉了？没有。那你脸红什么？你明知道我已经喜欢上你了，为什么总是耍我？那我们就认真聊聊吧。没什么可聊的，不就睡觉吗？来。喂，哎，真喝多了？身材倒是不错，就是酒量太差。你不但酒品不行，酒量也差。昨天晚上拉着我的手睡了一晚上。反正都是睡了。赶紧的吧，我还得给你兄弟打工去。好了，就送到这里吧。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会的，而且我有你亲手安装的 APP， 它会时刻提醒我，就像你陪在我身边一样。等我处理完工作就过去找你。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走了。拜拜。
我已经猜到了，你收到这张明信片，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会狠狠地把我骂一顿，骂我不守信用，骂我自私，又把你一个人扔下，可能会再加一句“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猜的对不对？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才得知另一个时空我的遭遇后，我多庆幸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庆幸你还在我身边，庆幸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可是慢慢的，这种庆幸变成了害怕，因为我没有过美好的过去。所以我害怕失去的痛苦，我也不敢想象另一个时空的魏子期是怎么一个人度过失去你的时光的。元霞，在我的生命里，一共有2个转折点。第一个是我父母的离世。就此，在我生命中所有的美好被摧毁了。另一个就是你，你闯进了那个阁楼，带着独有的向上的生命力。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花开不是最美好的时节，此刻才是。我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小偷，在我们重逢的时候，我偷偷地把你藏在了这段本该由我独自清扫脏乱的岁月里。元霞，对不起。还有，我爱你。子期，我也爱你。魏子期用他的生命保护了我。我的结局改变了，但是魏子期，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结局。伯父，我已经在去往工厂的路上了。您投资了这么多钱，总要亲眼看看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吧？当然，我相信您看到了之后，一定不会失望。真的吗？当然。我希望这次你别再让我失望了。
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我倒是省了一份力。都安排好了吗？我们的人早就在那里候着了。这次无论如何，得从他的嘴里掏出这个手机的使用方法。那魏子期呢？事成之后要不要处理掉？是西林。思琪。思琪。爸，我绝不许你动子琪。你要是敢动他，我就死给你看！这2天你就不要出门了。喂！行，我知道了，马上过去。哎，等等，要不还是你留在这儿接未来的电话，我去老魏那边。担心我？我是担心你坏了老魏的计划。再说了，我是一个大男人，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女生冲在第一线呢？你在担心我？我没有。你就是在担心我。是，我是在担心你。我很担心你有危险。星南，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和你发展睡觉之外的关系。什么关系啊？还是说，你只是想跟我睡觉？不想睡觉？不，我是想睡，想睡？但是，对，我想睡，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他应该。你的手还是留着治病吧，这种打打杀杀的活不适合你。伯父，你这参观的阵势有点吓人了。子期呀，戏都演到现在了，差不多了。演了这么多年，这快要死了，演不下去了。伯父，你要是再沉得住点气，我还真不会这么早就知道幕后黑手是你。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嘴硬？少废话，启动这个手机的那串代码是什么？你不知道代码是什么呀？那你拿这个手机不就是一个摆设吗？你早说嘛，早知道我就不跑这一趟了。我先回了啊。让他走。你要是走了，我就只有去找袁夏了。
受益人。这个是你出国需要用到的中介材料，这些我都替你审核过了，直接签字就好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我知道你把袁夏送走了，但是请你也相信，不管他到天边也好，到海角也好，我都有能力把他找出来。你敢？我一个要死的人了，我有什么不敢的？可是袁夏会怎么样？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好，我告诉你，这个代码是我妈去世的时间，换成2进制。111。等等。写在这上面。我警告你，不要说话招哦。你务必想办法拿到西坤的手机，输入病毒代码，我才能有机会拿到他洗钱的证据。魏子期，你今天要是敢骗我的话，我向你保证，你出不了这个门。急什么呀？这个手机只有在中午12点钟才有效，所以现在根本就不会被接通。好，我就最后再等你2分钟。魏子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喂，是老魏吧？是吗？我这个想。喂。什么事？谢总，您的密钥是不是泄露了？我们企业那些账户全都被公布了。警察刚到公司，说接到有人举报我们涉嫌非法洗钱。你比你爸还狠！啊！既然提到我爸，那我就好好跟你算算你害死我爸这笔账。还有，你应该庆幸西坤，要不是因为袁夏，你的下场会比现在还惨。
裴子琪，你不让我好过，我死也要拉着你。裴深，你去我的书房，打开保险柜，里头有我留给西林的东西，足够他在国外无忧无虑地过下半辈子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信任你，替我好好的照顾他。去自首。老魏电话一直打不通，我们分头去找。这边，老魏，老魏，接电话呀！没有。接电话呀，子琪接电话呀，快接电话呀！魏子琪，你现在在哪儿？我在制冷机房。快去制冷机房！魏子琪，你等我，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啊！元夏，慢慢来。元夏，我答应过你的，下雨天还要给你送伞，我还说过要去法国陪你，还有你在时空电话亭写给我的情书，我还没有机会听到，怎么办？我发现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兑现。原谅我每次都在跟你说对不起，但这一次，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你，我们一定要不留遗憾。下。
舒服？没事儿，医生说了，过2天就能好的。你在说对不起啊？道歉？魏总那是为了救我，我应该受宠若惊才对，用不着道歉。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可不敢再信。好好养病。醒了就好，让他好好休息。我们现在回去，啊。现在放心了吧？你之前说想和我发展除了睡觉之外的关系，是真的吗？你听错了，我说的是，我有这样的冲动。冲动也行，真的，我真的行。你小点声。回去吧。哎，我错了，我错了。我的遗嘱赠与人需要我这个受益人为你做点什么吗？你会不会无聊啊？我帮你复习一下法语词汇。好啊，正好。我刚刚翻译了这一份，你来听听我翻译的对不对？我与袁夏虽未结为夫妻，也无血缘牵绊，但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牵挂。圆圆，对不起，我错了。无论我魏子期因任何意外或疾病身亡，其名下所有财产，包含但不限于 MU 通讯集团54%的股权权益，坐落于江景28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280平方米，产权证号 S00308342，均无条件赠与袁夏女士。我保证，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没错，错的是我，是我不好好学法语还乱签字，是我自作自受。还有最后一句没翻译。Tu n'es pas encore ma femme, mais tu es toute ma vie. 魏子期，我还是没有原谅你，我只是不想像你一样，浪费我们本来就不多的时间。如果因为未来没有发生的事，就浪费眼前的时光，或者像1年后的魏子期那样，因为过去而忽略了当下，那才是真的不值得。我们约定好，不论未来谁先离开，留下的那个人的
都要好好的活在当下，不可以沉溺过去。我们要自由且灿烂的活着，好吗？好，我答应你。 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 The time for you.今天还是没有电话，已经连着好几天了，中间是出什么差错了？喂，老魏，最好来趟医院，西林的服药自杀了，还在抢救。西林自杀？ 醒了，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你还好吗？没事儿。你们可以先出去一下吗？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自己说。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你们。你没事吧？你想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从小到大，我爸爸都特别疼我，我始终觉得他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可他居然害死了你的父亲，还差点杀了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西林，你别想太多，这是西坤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呢？我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但凡我早一点发现，事情也不会到这一步。还有黄叔叔，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怪我，对不起自己，真的对不起。你怎么不接啊？打电话不想接。发生什么事儿了吗？西林，你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才能帮你。我爸爸，他好像给我留了一笔钱，就在他自首之前，他把命要交给裴深了。但真没想到，这个裴深完全就是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不但不给我民药，还一次次打电话威胁我。我已经算不清楚是第几通电话了。
这样，你先接电话。至少我们要知道他想干什么，对不对？嗯。大小姐这么怕我呀，连我的电话都不敢接了。裴生，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说了，我只要钱。这几年你爸确实待我不薄，有了他的资助，才有我的今天。但是我给你爸做牛做马这几年也是真的。现在你爸出事了，牵连到我，混不下去了，我要你爸留下的1半财产，不算过分吧？亏你还说得出来这样的话。我爸爸对你那么好，那么信任你，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今天我要把话跟你说明白，我就算是死，也绝不可能给你1分钱。好啊，那我们就一拍两散，谁也别想拿到这笔钱。银行需要你出面，命要在我手上。大小姐，今非昔比，你可别任性啊！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密钥是真的？见了面你就知道了。时间地点我回头发你。我们究竟该怎么做？裴深一直为西坤卖命，现在突然转头敲诈西林，他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钱吗？25年的魏子期曾经跟我说过，凶手是裴深，而且这些天25年的人都没有联系过我们。想要得到双时空手机的人都已落网，唯独就只剩下裴深了。难道他的真实目的也是那部手机？裴深身上确实有很多让人猜不透的地方，我们必须得找到他。倪宁，你查一下裴深哪里人？临县。裴深的老家应该是这里没错。这看起来也不像最近有人进出过的样子。什么人啊？大哥，这是裴深家吗？裴深谁呀？不认识。他们好像很排斥外来的人。这村子太偏了，估计常年也没有个外乡人。我们来了，他们难免会警惕一点。那这样，我们分头行动，打探一下裴深的消息。哎，大姐您好。大姐，你认识裴深吗？什么人？不认识，不认识，问问别人去啊。姐你好，我问一下，你认识裴深？不认识。你好，我们是裴深的同事，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裴深？裴深是谁啊？咱村里有没有叫裴深的呀？俺没听说过，俺村里没这个姓儿。怎么样？他说这个村里没有姓裴的。没有姓裴的。什么裴深啊？这是于蛋。于蛋，啥时候回村的？不是大爷，您认错人了，我不是于蛋。俺怎么可能认错了？你瞅瞅你这眼睛，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想当初你爸妈丢弃你的时候，你差点饿死，要不是我老伴好心给你点饭，你早就饿死了。你哪有机会被那个大小姐带回到城里头享清福啊？太，您真是认错人了，我不是于。没认错，我跟于蛋刚结婚不久。我们想念乡亲们，我就陪他回来探亲。哦，你就是原来那个看上于蛋的大小姐啊？哦，长大了，也懂事多了。当时你看都不看我们，嫌俺村里边又脏又臭，
你那个时候抱着个什么琴，在那个车上都不肯下来。那时候正是村里边搞什么要开发，哎，你一句话就说俺村里边臭，你老爸二话不说就把俺这个村给淘汰了。倒是你于蛋得了狗屎运。我是真没想到啊，裴深和西林还有这样一段前缘。西大小姐倒是挺会玩。你别聊这个了，怎么办啊？找了一天都没找到他，是现在回来还是？我们去裴深家，你们再去找找裴深的踪迹，然后回城里。嗯，走吧。他很早之前也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女孩。我这次来相亲，是想请你帮我演一场戏，因为我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我想得到我喜欢的女孩子的认可。等我再优秀一点，我一定会跟她表白的。我没有机会说出口，因为她已经有喜欢的男生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守护她。这个女孩会不会就是西林？如果真的是西林的话，裴深为什么还要敲诈西林呢？那么西林在这其中又是扮演什么角色呢？现在其实有两种可能：第一，西林真的是无辜的受害者，裴深偏执地单恋着西林，西林毫不知情；第二，西林是参与者，他在说谎，他在利用裴深给我们演了一出苦肉计。这两种都有可能，只是我不明白，如果西林是参与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说回城是故意做给裴深看的？对，虽然他离开这个村子很多年了，肯定有很多熟悉的人，有很多点线。还有啊，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监控正对着他家的门口，很有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来了。你怎么了？又过敏了吗？风流花，这个泥土是湿润的，他这两天肯定回来过。拿走。没事了。别跑！站住！
老了，还是让你们给追上了。大爷，怎么是你啊？你谁啊？裴深呢？原来在于蛋家里面的是你们的。于大人现在在哪儿？俺也不知道。刚才于蛋给我个帽子，让我到他家院里，说不要进去，要往回跑。如果事情做成了，就带我去城里发大财。还是老了，不中用了，不中用了，不中用了。元夏，元夏，元夏，元夏。自从我们来到临县，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裴深的身影。是我大意了，他从一开始就在附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别怕，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你，包括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我不需要你给我有任何的反馈。你是知道的，当你第一次朝我伸出手，把那串风铃花放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了。我会为你扫除一切障碍，你只需要继续过你绚烂的人生，享受只属于你的赞美与掌声就好。元夏，元夏，元夏，这样，我们分开走，啊，好，走。元夏，元夏，元夏。裴深，你别冲动。你不该找到这个地方，你只要来了这儿，就是这个结果。你应该知道，杀人的罪名可比敲诈勒索严重多了。你不知道吧？其实我很早就想杀了你了。当初闯进你家的人，其实就是我。还有在民宿周围来袭击你，也是我给了他你的房间号。哦，对了，还有地下停车场。元夏，要不是魏子期出现，你早就死了。为什么要做这一切？裴深，难道就是为了帮西坤拿到手机吗？当然，你这么聪明，能够找到这里，你怎么会猜不透？我在这里出生，好不容易被西坤带出去，我就是要成为上等人、有钱人。我做的这一切自然是为了钱，但就是因为你们，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可我总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我认识的裴深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在生活中绅士周到。喝点热水吧，别感冒了。裴深，收手吧。西坤现在都已经伏法了，但是你还有机会回头，并且，你不是还有喜欢、想要默默守护的女孩吗？
惜他永远都看不到我。那是我为了让你信任我编的一个谎话。你怎么这么天真啊？我说什么你都信？不，人在谈论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神情和语气是没有办法骗人的。我能感觉到你很喜欢他，喜欢得很绝望，很痛苦，对吗？痛苦吗？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但你说错了，我根本没有喜欢的人，我这辈子最爱的只有钱。月下，魏子期，月下，裴深，你冷静一点，别动。好，我不动。你想要什么，我全都可以答应你，只要你放了袁夏。你们都找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怎么还敢奢求你们放了我？最后的退路都被你们断了，怎么谈啊？魏子期，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你对手。裴深，你别冲动，你别吵。好，我不吵，我们有什么事情好好聊，好不好？裴深，你别冲动，你要想想你喜欢的人。对，你想想西林，如果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或者这一切就是他指使你这么做的，你以为替他顶下来，他的双手就不会沾满鲜血吗？裴深，你不是在帮他，你这根本就是在害他呀！你要亲手把他送进监狱吗？所谓的敲诈都不致死，但你要真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只要人还活着，就还是会有机会的，不是吗？还有机会吗？没有了。我真的好累啊，我已经活腻了。其实我也挺想要那个手机，有了那个手机，我和他是不是就能像你跟魏子期一样，有不一样的结局？但是没有如果。月下，月下，月下，你没事吧？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我刚刚在悬崖边，脑海当中像走马灯一样，把我过去20多年的人生经历都重新过了一遍。我发现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不是你说的吗？我们要活在当下，不留任何遗憾。那你听好了，魏子期，我爱你，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在即将坠崖的那一刻，我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你，我很爱你。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 the time for you, alive. I will cross the time for love for you, the time for you, alive.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果能一直这么平静下去就好了。会有那么一天的。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就找一个海边，好好的住一段时间。魏子期，如果当初我没去 MU 应聘，或者我就辞职离开了，或许现在我就会在海边租一间白色的房子，开一家民宿，早上起床可以去看日出，傍晚可以听海浪声目送晚霞。你想想那样的生活，是不是光想想就觉得很美好？听起来挺好的，就是有一点不太好。哪一点？你的规划里面好像没有我。你是个意外嘛？我会等你，再晚我都等你。我不会让你等那么久的。不是你说的吗？我们要活在当下，不留任何遗憾。那你听好了，魏子期，我爱你，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在即将坠崖的那一刻，我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你，我很爱你。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抱你更近一分。等一下，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小心翼翼徘徊你身边的身份，什么都不顾了，只要你的见证少一点抗衡。从人海之中慢慢在靠近的我们，从分开之后依然在交汇的我们。裴深的死，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危机都结束了？所有人的命运都改变了呢？另一个时空的魏子期和袁夏，是不是都安然无恙了呢？喂，是我。你们怎么样了？我们都没事，因为你们解决了裴深这个威胁，所以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结局。至于我跟魏子期，我们过得很好。和这个怎么办吧？赶快走啊！那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想让我们销毁手机？我们回想了过去发生的这一切，起因都是因为这部手机。只要它还在，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细坤出现。所以，我们一致决定销毁它。我同意，这也是我爸想要看到的结果。双时空手机虽然可以改变过去，但也会让人一直沉溺在过去的痛苦当中，忽略了最珍贵的当下。我们现在都好好的，就足够了，应该尽早让这一切都过去。那再见了，文夏。还有，替我跟他说一句谢谢。聊完了？聊完了。今天有什么安排啊？我看看啊。
我们已经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了，一起看电影，一起逛街，还一起露营。今天是你期待已久的流星雨。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吧。正好我今天早上还查了天气预报，还有今天的光污染，今天肯定能看到流星雨的。魏子期，你可不能像上次一样拿萤火虫糊弄我。至少萤火虫也得给我机会啊！我顶多什么？先不告诉你，你总得给你家先生留点保密项目啊。神神秘秘。走了，看流星雨之前，先跟我去个地方。我说，你带我来这儿干嘛？你等我一下。试试看。在你还没回到我身边前，我的记忆里都是另一个时空元夏和魏子期的甜蜜回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们。现在你回来了，我想要跟你把所有事情再统统做一遍。必须要赶超他们。我还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哎，先生你好，我是您预约的摄影师，这次的拍摄风格你有什么要求吧？来，给您看看。你什么情况啊？这么突然，我都没有准备好。圆圆，我现在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你还准备什么啊？二位，咱再靠近一点啊！来，来，两位稍微笑一下啊，不要害羞，自然一点啊。好，哎，我看一下啊。元夏啊，我给你讲一个笑话。你知道什么东西又黑又红又白吗？什么东西啊？害羞的斑马。好冷的笑话。放轻松一点啊！哎，好嘞好嘞，有了有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很美。哎，太棒了！哎，这个状态啊，咱们再来几张啊。两颗心距离有多近，才可以彼此感应？我想解开这谜底，看着自己压抑着呼吸，只换来几秒平静。Here you go, I feel my feeling, I feel my heartbeat. Do you know my feeling? Do you hear my heartbeat? Is this a dream? Is this a heartbeat? I wanna know. I feel my feeling, I feel your heartbeat. 怎么样，感觉？挺好的。下一个路口右拐，右拐之前需要干什么？先打右转向灯，然后看后视镜，不要着急，慢慢变道，再右转弯。
没事吧？啊，没事。接了个电话，西坤去世了。此前他也承认，是他教唆裴深对你下的手。还有我爸的心脏病，也是当时他把药给扔了。魏子期，一切都过去了。我没事的。哦，对了，还有就是西林，一次都没有探视过西坤。西林的某些举动总有些耐人寻味。之前裴深的事儿，我们还没有探过他的口风。魏先生，哎，你们来啦。其实今天叫你们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就想说在出国之前当面跟你们告个别。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吧，东西马上收好了。其实其他的不带倒也无所谓，主要就是我这些琴谱，都是我从小到大一点点收藏起来的，扔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哦，对，裴深的事情还没好好谢谢你们呢。从那之后，他再没打电话骚扰过我了。裴深死了。他是自杀的，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上一秒还在不惜绑架的人，下一秒就会突然自寻短见。直到我们在他家看到了很多你的照片。我的照片？你国内所有的音乐会，他全都去过，还留存了很多现场的图。西林，你有没有想过，裴深其实是喜欢你的？这怎么可能呢？我都没见过他，而且甚至之前都不知道我爸有这么个下属。不会是一直躲在什么地方偷窥我吧？我知道，因为我爸的原因，你们难免会怀疑我。可是子期，你应该是了解我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你们先聊，我去接个电话。啊，去吧。喂。喂。手机还不能销毁。是谁动的手？是西林。果然是他。其实一开始我能明显感觉到，裴深是想拉着我一起死的，但因为你提到西林，刺激到了他，在坠崖的瞬间，他推了我一把。没想到裴深那么疯，之前在公司看他还斯斯文文的。毕竟是西坤调教出来的人，或许他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和时空手机。难道他是为了想要守护对他很重要的人？那这个人有可能是西林吗？可以试探一下。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月夏，告诉魏子期，我最不应该的就是让你开车。我不是个好教练，不该教你那么开车。子期，哎，手机不小心被我摔坏了，怎么办啊？啊，没事儿，反正也要马上拿去销毁了。明天我去公司处理一下，一会儿用不着了。嗯，没事儿。
西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这收拾的都差不多了，你们在就好了。电话里说什么了？手机暂时还不能销毁，它还另有用处。是谁出事了吗？你知道现在的感觉特别像是在开盲盒，只是不巧的是，这次是我中签。是因为西林？就在观星站山脚下的那个岔路口，我转弯，他逆行，两辆车垂直相撞，我当场死亡。1年后的你还让我转告你，说他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让我开车，说他不是个好教练，不该教会我那样开车。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顶多算是倒霉，被一个疯子给盯上。说起来，这西林对我还真是够执着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跟我殉情呢。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我刚刚在西林家的走廊里看到了很多的礼物。这些都是我们大小姐给她朋友准备的生日礼物。那怎么都没送出去啊？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些礼物都挺贵的，她时不时就会过来看一看，都不让我们乱碰的。他是不是每年都会给你送一个生日礼物啊？但是全都让我退回去了。你确定每一年都退回了吗？我爸去世的那一年，我不太清楚，我那年过得浑浑噩噩的，也顾不上这些。当年收到的礼物都跟我爸的遗物缝在一起了，不然还真找不到。兔子7，生日快乐！这是我今年最喜欢也是最满意的一份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喜欢。西林。等等，这是我编的手链，我亲手编的，也是在你生日那天晚上，我亲手交给恒叔叔的。这个手链是我自己编的，您先戴着，等您见到哥哥了，帮我送给他，祝他以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好。我爸不会把你给我的东西交给西林的。那这个东西怎么落在他手上的？总不可能是他恰巧捡到的吧？不可能，西林那样的人，他不会把随手捡到的东西当做礼物送给自己喜欢的人。也是，这就太奇怪了。其实这在心理学上很好解释，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凶手，一般在杀了人之后，会在被害人身上取一个物件，当做战利品来收藏。你的意思是，恒叔叔？不可能呀，他们无冤无仇的。我也只是个猜想，你听对不对啊？1年后的老魏打电话来说，西林是2025年杀害袁夏的凶手，对吧？那他的动机就是因为你。那同样，他对你爸动手，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之前我在心理学课上看到过一个非常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的案例，那个凶手为了接近他喜欢的人，就把对方的全家都杀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喜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能也只有依赖他。这不有病吗？啊，对啊，这在医学上就是病。而且西林当时住院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了心理评估。我记得我同事当时跟我吐槽说，西林是他见过最自我的人，根本不可能自杀。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是西林害死了我爸，那他还挺厉害的。所有的罪名全都让西坤还有裴生给背了，他一点事儿也没有。他会有事儿的，我会让他露出马脚的。按照嫌疑生分析的来说，如果西林是反社会人格，那他肯定不会容许我就这样继续留在你的身边。还有上次在临县，裴生出事前打的那通电话，对面应该就是西林。当你第一次朝我伸出手，把那串风铃花放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所以西林才是真正想要杀我的人。如果没有猜错，他已经知道了双时空手机的存在，所以在杀我之前，他一定会想办法切断我们和未来的联系。怪不得在西林家，你是故意让他知道我们要销毁手机，逼他动手。对，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手机被销毁，没有任何行动的。当然，手机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抓到他杀人的证据。袁夏，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不同意。如果他真的像我说的那样，那他真的很危险。我们可以再想一想，或许还有其他的办法。他马上就要出国了，他不是要杀我吗？那就让他来杀呀。只是这一次，要让他按照我们的剧本来杀我。不行，子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不想让我冒险，但是我真的不能坐以待毙了。从我们第一次试图改变我的结局到现在，每一次的徒劳无功好像都在告诉我们，事情已经成定局。所以这一次，我宁愿冒险，也不想再胆战心惊下去了。就在观星站山脚下的那个岔路口，我转弯，他逆行，两辆车垂直相撞，我当场死亡。1年后的你还让我转告你，说他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让我开车，说他不是个好教练，不该教会我那样开车。开车，那样开车。如果当时是魏子期发现了危险，小心，他一定会让车左转，让自己这一侧迎上西林的车。而袁夏为了保护魏子期，也一定会让自己的这一侧直逼西林的车。西林当时一定没想到，袁夏会保护魏子期，让自己这一侧去迎接撞击。这么来看，西林想杀的其实是我。从我们第一次试图改变我的结局到现在，每一次的徒劳无功好像都在告诉我，事情已经成定局。所以这一次，我宁愿冒险，也不想再胆战心惊下去了。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吗？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万一西林拿到手机，把手机毁了怎么办？毕竟如果我们没了手机，就没法改变袁夏死亡的事实了。还有就是，怎么能让西林没有怀疑的拿到手机呢？如果他真的想拿到手机，就一定会利用晨晨。晨晨，他是魏子期的行政助理。不行，只要西林开音乐会，我们粉丝后援会一定要全力支持。行，先不跟你说了。哎，小夏姐，你是西林粉丝啊？对啊，我可是他的粉丝后援会会长呢。之前我们去医院看西林，床边鲜花里的明信片，落款就是晨晨。如果西林想要偷这部手机，一定会通过晨晨。
那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难题，如何让1年后的魏子期来配合我们的计划？通个电话就知道。现在有件事儿想要跟你说，可能需要你来配合我们。大概的计划就是这个了。这是及西林犯罪证据唯一的办法了。我不会帮你们，因为这样太危险了。难道他也同意了？就算是为了报仇，也不能把你推出去当诱饵。这不关魏子期的事儿，是我自己决定要这么做的。而且我们已经想好了万全的准备，你只需要假装不知道手机在西林手里，跟他打电话，预告我的死亡过程就可以了。那你们要怎么解决进到冷库后，低温还有风铃花过敏带来的致命危险？永生花就不会有花粉过敏反应。至于冷库，我相信妮妮。不够，远远不够。你帮我转告他一句话。魏子期说让我转告你一句话。我知道他最后悔的是什么，我不会让这件事再度重演。你就这么说，他会帮我们的。他说他知道你最后悔的事儿是什么。他不会让这种事再度重演。放心，他们跟你一样，他们会尽全力保护好我。进。沈小姐，财务部喊你去开会。啊。走吧，走吧。文夏，你见面的时候吧，就把话说了。你对我的来没有改变，还是我们在12月30日被关在湖畔酒店的冷库。当时我为了拿到西款的罪证，假装和西林订婚。我自己来。魏子期，我知道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一开始你没有说话，我还以为是骚扰电话。但是当我挂电话的时候，我听到你那边喊我圆圆。刚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我经过花鸟市场看到鹦鹉，我才反应过来。你就是阁楼的小哥哥，对吗？你一直知道我是圆圆，对吗？我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你在酒店等我，我去找你。子期，你好啊。走吧。嗯。小姐，请签名。哦。您好，请问您是圆圆小姐吗？嗯。有位先生让我转告您，他在西餐厅等您。哦，好，谢谢。不客气。
琪，你放心，你说的这个死亡方式我很喜欢，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完美的婚礼。小心！下一个路口右拐之前需要干什么？先打右转向灯，然后看后视镜，不要着急，慢慢变道，再右转弯。别看了，老魏，你也别再自我折磨了。我觉得，如果当时换你在驾驶座的话，你也做出和袁夏一样的选择。我那天告诉魏子琪，我最后悔的就是叫袁夏那样开车。慢慢变道，再右转弯。小心！如果当初开车的人是我，或者他没学会，魏子琪，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学的。袁夏保护你，正像你保护袁夏一样，全是本能。况且，一切都还来得及啊。魏子琪说，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他知道你最后悔的事儿是什么，他不会让这种事儿再度重演。1年前的我，应该已经猜到了，谢林最恨、最想杀的人是谁。他故意逆行，朝着副驾驶撞过去。他最想同归于尽的人，就是我。想什么呢？你是担心西林不按照我们的计划走？在想怎么跟袁夏求婚呢？求婚？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刺激西林走个形式而已。来，真的？当然是真的。你们才在一起多久啊？就这么快？我跟袁夏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跟倒计时一样，你说我急不急啊？可是你这个比我也……你什么？哦，我的意思是说，像我这样一个恋爱的行走的宝典在你面前，你也不问问我。我就怕你拿书本上那套糊弄我。这次我想更有诚意，更正式一些。袁夏他能答应吗？他毕竟他自己的未来都不能确定。我不管他答不答应，求婚是我给他的诚意还有安全感。行，我帮你，包在我身上。这求婚的方式是我来想，现场的布置也是我来弄，到底是我求婚还是他求婚嘛？老魏也真是的，什么都快我一步，连求婚都是，就不能让我赢一次？怎么，不愿意给老魏出谋划策，当助攻啊？这我可不敢。那你就赶紧干活，一会儿他们该来了。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你说。魏子期，我们结婚吧。怎么，嫌这里不够浪漫，不愿意啊？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我女朋友太优秀了，把我想说的、想做的全都做了，有点受宠若惊。那我再重新正式的说一遍。魏子期先生，如果有一天你的配偶栏变成丧偶，你会后悔吗？如果是你，你会吗？我当然不会。娶妻随妻，我的答案同上。哦，还差最后一步。袁夏女士，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觉得好像仪式不太对。袁夏女士，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要与你重逢。如果说时光能印证一遍遍追寻，只为如初的眼神，思念穿越过时空，默不作声，爱救赎着彼此。那我们现在进行流程的最后一步。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抱你更近一分，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算了吧，这比我上一天班还累。是挺好看。必须的嘛。喂，老魏，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了啊，你出发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 stand by 了？我们不过去了。哦，行。你刚说什么？不过来了？我们忙里忙外忙上忙下的，你跟我说你不过来了？你婚不求了呀？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求婚了？因为我已经被求婚了，而且我已经答应了，所以求婚仪式已经完成了。那个餐厅很难预定的，我包了场，晚餐就留给你们了，别浪费喽。打个赌，你觉得型男会告白吗？
我们都制造机会到这一步了，他如果不告白的话，那他活该单身一辈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这么绅士啊，先生，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我能有什么目的啊？只不过看你笨手笨脚，这牛是犯了什么罪啊？活着的时候被人杀，死了还要被你大卸八块。我还以为是你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我表达点什么。那你想让我表达些什么？这种问题应该问女孩子嘛。妮宁。哦。其实我没谈过恋爱，我所有的恋爱技巧、撩人手段，包括今天求婚的设计，都是在知乎和百度上学的。我也不知道喜欢到底是个什么感觉，直到我遇见了一个人。哎，谢了。我看到他就会脸红心跳，他说一句话我就会想很多，而且脑子里也会经常浮现他的身影。不要怂，就看他。老手啊，邢医生，我可以理解为你在撩我。骑机车的时候有没有戴头盔？打架的时候有没有逞强受伤？我去问了知乎和百度，上面说你喜欢上他了。没错，妮宁，我喜欢上你了。你不是问我要向你表达些什么吗？我承认，其实我自己心里有一道一直过不去的坎儿，因为在恋爱中我总是觉得我是个失败者，所以在关键时刻总是会后退。我明明很喜欢你，很想和你在一起，但是我就不敢开口告诉你，只是用一些笨拙的手法来靠近你。这些天，老魏和袁夏的种种经历，时时刻刻在警醒着我。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真的不容易，况且可以相守一生。所以，我不想因为我的懦弱而错过你，这样我会遗憾终生。你确定吗？我这种人喜欢刺激，喜欢挑战，也喜欢一直往前冲。我不可能说为了谁，心甘情愿地退到大后方吧。我可能一直都会是这个样子，我会一直往前冲，而且我的生命里也会一直伴随着危险。你可以放心往前冲，别忘了我是做什么的。大不了你受伤我包扎，你断气我 CPR。还有，你不是说你一直想睡我吗？好，我让你睡。神经啊你！我还没说完呢。但是我不接受耍流氓啊，我只接受持证上岗。睡我可以，但你要负责。妮宁，我喜欢你。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其他生命负责。之前我在无聊的时候想过养宠物，但我怕它成为我的负担，就没敢养。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想要推开你的原因。再到后来，第一次有人在我赶往任务的时候拦住了我的车，第一次有人在任务结束之后为我挡下了所有的阳光，只为了让我睡个好觉。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负担也变成了牵挂。好像这种感觉也挺好的。至于持证上岗，星南，你不是一直说老魏做什么都抢先你一步吗？那我让你赢一次。我这个人做事向来是不守规矩的，我是要睡的，证也是要持的。我们明天就去领证，你敢吗？接着我明天去过，嫁给我。来啦！怎么不说话？什么表情？小姐姐，我跟新娘子聊几句啊。好，你们聊，一会儿叫我啊。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说吧。我和邢南，哇，你们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也是万万没想到，昨天还能叫 Miss， 今天只能叫 Mr。这个世界可真是变幻莫测。倪小姐，外面有位邢先生找您。好。倪小姐，您的邢先生找您，你少嘲笑我。等过了今天，你也有先生天天找。快去吧。走了。紧张啦？没有，我怎么可能紧张呢？哎，开始的早有什么用啊？主要是抓住时机，弯道超车，弯道快那才是真的快。怎么样？我这次比你行吧？行行行，你最行了。没事儿啊，别紧张，很快就过去了。时间差不多了。怎么是你啊？当然是我呀。准确的说，今天本来就是你跟我的婚礼嘛，对吧？袁夏人呢？袁夏，
我估计现在应该快死了吧。行吧，去化妆间看一看。好。魏子期，你可千万不能抛下我哟，不然我会生气的。你仔细看看，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我，西林。今天是咱们俩的婚礼。你看看这场景，这正是我梦中的婚礼啊！那这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噩梦。认识你，被你喜欢，也是我这辈子遇见过最可怕的事情。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杀了袁夏，再毁了这手机？我看你拿什么救他？你们费尽心思害死我爸，不就是为了这个手机吗？现在销毁它，你舍得吗？原来你都知道了。我爸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啊！恒叔，恒叔上车，快点，别犹豫了！站住！别动！祁连，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知道我爸一直在找您，跟着他过来了，刚好遇见您。谢谢你啊，祁连。祁连，他们也追不上来了，在前面停下来吧，把我放下去。绝对不行，恒叔，现在放您下来太危险了，我得确保把您完好无损的交给子期。千万不能跟子期说，祁连，千万不能告诉子期。知道了。你也快点回去，免得让你爸知道了，你也受牵连。听话，祁连，在前面停车。听话，祁连。恒叔，恒叔，恒叔，我爸他是不是一直在找一个什么手机啊？要不您就给他吧，这样的话他才能放过您啊！啊？恒叔，祁连，你不是巧合碰见我的是吧？你跟你爸是一伙的，你们父女俩一起演了一出苦肉计，想骗我的手机是吧？没有，恒叔。我告诉你，我不会把手机给任何人的。恒叔，你真的误会了，我真的是为了您，为了子期好，我实在是不希望您和我爸的事情影响了我和子期的关系。不要提子期，我没有手机。恒叔，您就听我的。我没有手机，求您了，我没有手机，我求您了，没有，求您了，我没有手机。恒叔，恒叔，您能听得见吗？恒叔，有。啊，恒叔，手机呢？把手机给了我爸就没事了。啊，恒叔。我本来是只要手机的，为什么会这样？子期他肯定会恨我的吧？
怎么办？琳琳，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爸，我杀人了怎么办？爸爸在这儿呢，怎么办？不会有事的。你马上离开这里，出国去待2年，剩下的事情我会帮你处理好。你要相信爸爸，当你再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我一定不会让魏子期知道这件事情的。相信爸爸。如果不是西坤坚持要把我送出国，陪你走出那段黑暗日子的人就不会是袁夏，应该是我。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也不会是袁夏，应该是我。西坤他生病自首替我顶罪，那是他应该做的。花儿是假的，冷气也没有开，一切还是按照计划进行的。这次一定能拿到西林的罪证。都过去多久了？为什么星南还没来？袁夏，你还好吗？我没事儿。倪宁，你不是应该去魏子期那儿吗？邢医生呢？别提了，我刚才被人困在楼道里，等我出来后，发现根本联系不上星南，所以赶过来看看你们这边怎么样了。西林人呢？他在婚礼现场。婚礼现场？他把我困在冷库后就该跑了，为什么又去现场？现场，子期，他不仅要杀我，他还想杀……开门！快快快！倪宁，快开门啊！倪宁，子期那边有危险。再次提醒你一下，没有了这个手机，袁夏的死亡命运可就彻底无法更改了。西林，都这个时候了，就没必要拿袁夏来威胁我了吧？你想杀的人不是他，对吗？没错，从我接到双时空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你们设的局想引我上钩杀袁夏。但就在我跟你告白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你的眼睛里面根本就没有我，只有袁夏，我就把对袁夏的恨转嫁到了你身上。西林，我真后悔当初认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爸他也不会死，袁夏也不会一次次在生死边缘徘徊。那便如你所愿，魏子期。我现在最恨、最想杀的人还真不是袁夏，就是你。从小到大，我西林有什么东西得不到，偏偏就只有你。是我费尽了心思想办法讨好你，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你把我的骄傲狠狠地踩在脚底下。现在，我也想让你好好体会体会我感受到的那种被践踏的滋味。袁夏，袁夏，魏子期，这把刀就是你当时拒绝我的生日礼物。我早就说过你会后悔的。没事没事，你会后悔的。袁夏，你我再没事的。别怕，我不怕，我不怕。你别说话了，我们去医院好吗？去医院。子期，把手机坏了。好，
把手机毁了。我不想让你跟那个魏子琪一样，活在过去的痛苦里，带着对我的爱向前。好，我答应你。我相信爱能穿透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抱你更近一分，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本以为袁夏走后的这几个月，他会做什么傻事，但除了刚开始那几天他有点崩溃，剩下的就表现得太平静，太正常了。还有那部手机，我原以为他会按照袁夏的意思把它销毁，结果我很担心他会跟那个魏子期一样重蹈覆辙。一会儿我把它盖戳邮寄出去，他就能收到了。不行，不能寄，我不能让他先听到你对我的告白。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Hello 呀，魏子期，我是你的女朋友袁夏。我叫的魏子期，就是现在正在听这段录音的你，那个会在下雨天给我送伞，会给我做饭，会陪我逛农贸市场，也会陪我过好眼前每一天的你。这个电话我想了很久，有些话我害怕没有机会再同你说，因为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好好的陪在你身边。如果是，我想你现在听到这段录音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第一时间冲过来给我个亲亲抱抱举高高。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我想你那么喜欢我，一定早就跟我求婚了。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可以提前给你透个底。魏子琪，我愿意。如果我不在了，请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不要为了我停留在过去。过去很美好，但足够了。我总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归期。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在某一个时空再见。先睡会儿吧。老魏那边有我看着呢，放心吧。你还记不记得原下墓碑上刻着什么？ Present is present。幸好我抓住了你。子期，这么晚你还要出去啊？你们不用这样，你们好好的，元夏知道了才会开心吗？明天过后，这一年你们跟元夏的记忆，应该就不会再存在了。你想好了吗？你明天一旦拨出了这通电话，我们会忘记一切和元夏有关的事情。他在我们的记忆里，顶多就是你魏子期的前助理。可你呢？你要怎么办？你无论是记得他，还是你忘了他，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很晚了，你们回去吧，我出去透透风。喂，哪位？圆圆，我是你们家楼上恒叔叔家的儿子，你还记得我吗？哥哥，我当然记得。你回来了吗？这么多年都去哪儿了？当年你突然离开，我担心了你好久。对不起啊，圆圆。之前一直答应你去看流星雨，到现在也一直没做到。嗨，没事儿没事儿，我都多大的人了，哪还会在意这个？对了，哥哥，你现在在哪儿？是和恒叔叔在一起吗？
没有啊，其实我爸他去世了。抱歉啊，我……没关系，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哦，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呢，其实是有几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你还记得我爸之前给你的那个手机吗？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件记录，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哥哥，你把地址发给我，我把手机给你寄过去。其实之前想给你的，但是后来你们就都搬走了。没事，你不用寄给我。你还记得那座阁楼吗？你把它放到阁楼里，钥匙还在老地方。你放进去之后，把钥匙放回原位就好。好的，没问题。对了，圆圆，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你怎么知道啊？我爸跟 MU 通讯之前有过合作，听到了一些消息。你最近的遭遇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要针对你。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我最近是发现一个高管的账有很大的问题。圆圆，我建议你尽快离职。离职？对。拿着你所有的账目证据去找魏子期谈判。你相信我，你无论提出什么条件，他都会答应。魏子期他一个自身难保的阿斗，他能答应我什么？他有他爸的遗嘱保护他，周围不会对他做什么。倒是你，要是留在那里，我给我的钱。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拿着他给你的钱，出国避避风头，过2年再回来。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这个老板对你还不错，你也可以跟他共患难。怎么可能？我干这工作干得累死了，巴不得拿钱走人。那你就按我说的做，我不会害你。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健健康康的，在院子里面晒着太阳，跟几个朋友喝着咖啡，聊着天，可爱的人。断了。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可爱的人一起做完那不留遗憾的1万件小事。他会喊你吃饭，会陪你看日出看日落，会一边抱怨下雨天不想出门，一边把伞向你的方向倾斜。我会一直一直爱着你，无论时空如何流转。要与你重逢。如果说时光能印证一遍遍追寻，只为如初的眼神。思念穿越过时空，默不作声，爱揪住着彼此，从未断层。多想一刻转身，我就变成我们。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抱你更近一分，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你生根。
袁夏被开除的事儿，人事部通知他了吗？通知了。他怎么说？他说不就是辞职吗？他正好也想离职，刚好多了一份补偿金给他这假他特别满意，让我感谢您的大方。他还说这天气实在太热，他懒得跑一趟，麻烦您直接把钱打到账户里。那你还愣着干嘛呀？就给他转账啊！万一他后悔狮子大开口，这钱你给啊！已收款，谢谢老板。为了表示感谢，我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告别礼，记得查收。老板，请问您开除您前助理的时候，给了多少遣送费？老板，请问我什么时候能被您开除？老板，您前助理正拿着您给的遣送费，准备飞往巴黎，去塞纳河畔喝咖啡。宝贝，你赶紧来趟医院，我收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快递，寄件人还是你那位小助理。什么东西啊？周围挪用公款的电子账册。好，我知道了。各位，周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侵占公司资产，证据确凿。你他妈的！所有证据都已交给警方。当初我就应该弄死你！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扳倒我高枕无忧吗？谁也保不了你只是第一个，下面就该轮到西坤和西林了。算你狠！保安。袁夏，袁夏，你还活着！
哥哥，现在这么称呼你好像有点怪怪的。刚才跟你通话，莫名觉得你好像很难过。我想说的是，不管过去有多晦涩黑暗，总有暮霭过后的时候。那时候是一天的结束，但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你要记得，好好生活，开开心心的。这也是我跟恒叔叔在你生日那天许的愿望。好啦，恒叔叔的手机物归原主了，我很期待暮霭过后我们的再见。圆圆，2024年3月2日。元夏，远在巴黎的你，并不知道我们曾经因为这部手机，经历了种种悲欢离合。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都在努力拯救你。但此刻的我，比他们更幸运，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许多和你在一起的美好回忆。我会带着这份美好活下去。亲爱的元夏，也祝你一切安好。老板，今天呢有一个项目决策会。他现在怎么样？挺好的，已经让设计部根据我们最新研发的芯片做产品外观了。老板，你看一下这几个参数，我们先做几款样品出来。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你说的是什么？
停车，快点车！老魏，月夏，你是想干嘛呀？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走吧。老魏，上车。你搞什么呀？我以为他是袁夏。先回公司吧，我有关于袁夏的东西要给你看。露萨，然儿，哎，给你看个极品帅哥，那人群当中自带破碎感，还有氛围感。你看这眼神儿，别看了，别看了，车来了。哎，你看一眼，走了。这里就是袁夏1年以来的全部信息了。虽然你这1年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但我和邢楠都知道你对他有多在意。正好看到一个摄影师朋友在社交网上发了他和袁夏的合影，偷偷联系了他，以你这个阁楼大哥哥的名义，让他帮忙多多照看。打开看看吧，这里面是他1年的所有动态。他过得好吗？开心吗？很开心，也很健康。就这些，你就不想了解他其他的现状？他好好的就够了，我就不看了。什么不看？我看你是不敢看。他回国了。宁宁，你说的对，我是不敢看。过去是怕知道他在哪儿，会忍不住去找他。现在是怕他已经有爱的人了，怕打扰他们的生活。这几天我甚至都不敢出门，总是在家里公司两头跑，就怕哪天在路上看到他牵着其他男人的手经过。我明明知道我把他开除的时候，他应该挺讨厌我的。他可能甚至已经记不清我是谁了，但是我还记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那一切都太美好了，美好到我甚至觉得是一场梦而已。与其自我怀疑，你不如亲自去验证。据我所知，袁夏现在单身，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决定要在国内定居了。现在西林和西坤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既然你还那么爱他，那你就应该去找他，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走了。圆圆，早，早。我真挺好奇的，你这每天晚上都做的什么梦啊？这每晚都哭成狗。我也很好奇啊。要不是我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我都要怀疑我是不是被人下降头了。哎，你说我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人，怎么就在梦里跟一个连脸都看不清的男人三生三世你死我活，
关键是我也太倒霉了，在梦里动不动就上演死神来了。但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总觉得梦里好像才是真实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反而像是在做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废话，这不就是你这种社畜想要的生活？有钱有闲，就缺个男人。男人也不缺啊，只要一闭眼一做梦，梦里什么都有。少凡尔赛！啊，天文台说今天晚上有流星雨，不是？你看这天灰蒙蒙的，估计是拍不成了。不一定啊，说不定一会儿天就晴了。魏子期，咋了？见鬼啦？差不多吧。下午有新客人到。谁啊？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钱老板。他？哼，就是那个卧薪尝胆装废材，一招翻身就干翻所有仇家的魏子期啊！哇，可以。如果当初我没去 MU 应聘，或者我就辞职离开了，我就会在海边租一间白色的房子，开一家民宿。早上起床可以去看日出，傍晚可以听海浪声目送晚霞。如果天气好的话，还可以看星星。你想想那样的生活，是不是光想想就觉得很美好？先生，这边入住，请问有预定吗？哦，我在网上预定的，姓魏，叫魏子期。啊，好。我想请问袁夏在吗？老板娘啊，她有事出去了。啊。我那位难搞的钱老板现在怎么样了呀？他来我这小店到底想干嘛？钱老板来了，我才不要上赶着伺候呢。不过他要是动不动就说扔500万要收购我的小店，那我倒是可以考虑立刻收拾行囊回去迎接。好啦，不跟你说了啊。袁夏。圆圆，我来赴约了。袁夏，你知道吗？我经历了你的一生，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你曾问过我，如果有一天我的配偶栏变成丧偶，我会不会后悔？如果是你，你会吗？我当然不会。袁夏女士，你愿意嫁给我吗？ You are not my wife yet. You are all of my life. 石头剪刀布。我有那么差吗？你能不能别总是否定我？最近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改。你也曾说过，小心！你最后悔的就是从来没有亲口告诉我，你爱我。 Time I
魏总您好，我是今天新来的助理，我叫袁夏。我知道，袁夏。我等你很久了。魏子琪，如果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画面，我在梦里梦见过无数，你会不会觉得我脑子有病？那在你的梦里，有没有我对你的告白？我说，花开不是最美好的时节，此刻才是。怎么了？啊？我刚才做噩梦了，梦见你。别怕，我好好的呢。我枕头下面东西呢？谁结婚了还天天把结婚证塞在枕头下面，每天还要行注目礼的？我给你收起来了。不行，我现在需要的是真实感。我活生生的在你面前，够真实吗？不够，还需要更真实的。才不是擦肩的路人，是用尽力气要与你重逢。如果说时光能印证一遍遍追寻，只为如初的眼神。穿越过时空，默不作声，爱揪住着彼此，从未断层。多想一